会需要露一些肉容啊，那个3天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胖就是胖。Hello， 姐妹们，我又来了。可以说姐妹吗？对，我是慕田医生。我是贾蕊琪。之前在北京进行一些产后康复相关的这个诊疗的时候，总觉得身边缺了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对贾医生啊。因为其实物理治疗师对于产后康复整体的理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是肯定。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跟他对网友见个面，然后给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然后大众对于现在这个产康的话题都更多的局限在说产后我一定要恢复好，然后他们就会去产康机构做各种各样的套餐的治疗。对，然后每次我也觉得很无力吐槽，但是呢，我自己作为妇产科又觉得对于这个骨骼呀、肌肉啊这方面，那肯定完全不是很专业，所以今天来找你主要是就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对，你首先要把就是你这个可以当成一个反面教材，又翘二郎腿，对，这就是什么问题重心就是你翘了二郎腿，你的骨盆和腰椎会有一定的旋转，所以如果是孕期的妈妈在早期、中期，如果这个姿势，她可能中后期产生疼痛的概率就会增加。所以一会儿再好好给我评估一下，看我是不是哪儿歪了，我已经歪了，有可能。因为翘二郎腿真的是我日常习惯，因为就觉得很放松，然后很美的样子，以后尽量注意纠正吧。对，然后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大家对于产后的这个问题的那种焦虑真的是已经冒顶了。就平时大家来我诊室一说穆医生我来做那个就是产后复产嘛，然后就说穆医生，我觉得我娃已经生完了，就在这儿呢。但我这肚子里是什么情况？然后我是不是腹直肌分离？我觉得提到腹直肌分离这4个字的时候，这是5个字。就已经很焦虑了，天都塌了。就是我分离了，然后他并不知道腹直肌分离这事儿背后到底就是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他不知道。其实你知道吗？就很多男性有啤酒肚的都会有一点腹直肌分离。看我们的摄药师在背后发出了羞涩的笑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就如果分离的不是很严重，比如说2、3指，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训练，然后基本上6个月之内都是可以正常恢复的，所以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对，但好多人他就是会说啊，这是一个黄金的时间，就我都会跟别人讲，我说你在那个时间不做任何的事情，它也会好的。它其实真的是通过时间，这个炎症会降低，或者通过时间，这个肌肉的张力就会回来。所以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是本身他这个恢复的过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个周期。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点就是大家都特别焦虑，但其实就是比如说2、3指，我经常跟别人说，我说你看，你觉得有什么症状吗？他可能就是觉得我肚子大。从你的角度上来说，你觉得这个感知上的这种，就是我就是腰围变粗了，我就是小肚子很突出，但其实我也有。这不是有，是食物给的爱。其实这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就如果要谈的话，就是第一点就是它的体脂率。因为就是胖。第一是体脂率增加了，在孕期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深层的核心力量不够，所以它这个维持这个形态的这个张力是起不来的，所以他会总觉得这个腰就很粗，然后肚子会大一些，就深层的核心力量不强。第三个呢，就是它因为孕期嘛，怀孕了之后，这个浅筋膜会被增大，就是牵拉的比较大一些，就是牵拉比较松一些，所以就是这个浅筋膜呢是分布脂肪的。所以这一层它是就是有点回不去然后第4个就是体态，就可能这个人的腰椎有一点前凸更多一些，骨盆有点前倾，就显得总有一个小肚子。其实首先要有一个很精确的评估就任何有效的治疗都要非常精确的评估它到底是关节的问题、软组织的问题、肌筋膜的这个问题，还是它的力量不足所以评估完之后，如果是骨关节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需要有一些失稳的情况调整的，就可能介入一些手法的治疗。我只听到了失稳这2个字。然后手法治疗就有很多类了，比如说筋膜的松解还有 PNF 就是神经肌肉的一个再控制的、再教育的一个训练。然后还有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练起来，后期的训练。对，然后现在下一个环节就是我来也不能白来，对不对？这个怎么也得体验一下，请贾医生给大家也展示一下，就是一个正确的跟产后康复相关的一个评估过程是什么样的。那你今天带衣服了吗？有没有带一些比较方便的？我是会需要露一些肉容。天哪！我觉得我为着重的贡献就上次做医美的时候不要脸了，完全素颜，然后这次拍康复还要露肉，然后还要展示我带了，对、okay. 那咱们就到另外一个房间，好呀，去做一些评估，好吧？好，走吧。这个就是我平时做治疗的还有训练的这个房间所以这些是一些设备好明亮呀。对，然后这个是明亮。
哇塞，这是什么？大家来跟过来看，这么多捆绑是什么？其实好多人看到这个设备都会觉得这是折磨人的设备，但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减重的一些核心训练，因为比较适用于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颈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就是他自己的自重训练他都觉得痛，所以这个绳子呢，它是弹力绳。它可以把它的体重分担一部分，从最小的这个级别开始练啊。你知道吗？在这个设备上练的年纪最大的是一个60多岁的阿姨哦，她现在每天走1万步，健步如飞。厉害，很棒。肌肉是在什么时候练都不晚的。那我们就开始准备评估了哈。对 ，OK， 先站着看一看这个体态啊，你先背对着我站。对，是。我稍微拉开一下这个衣服，露肉了啊！为什么有点疼？有点痛，是的，所以其实骨盆呢是会有一些高低的，大家也看得出来这个骨盆高低。对，左边高。然后现在低头弯腰看一下腰椎骨盆的这个节律哈。好，然后再回中间。都挺对称的，因为也没有症状哈。好，现在抬一下左腿往上。是现在心里想就是辣眼睛，然后再放下来。你知道的太多了。这个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抬腿的时候，这个髂骨相对于中间的骶骨是不是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旋转？好，再抬一下右腿。其实都是还挺好的，然后再放下来。然后你现在侧着面对这个方向。其实很多人说自己有骨盆前倾啊，其实最简单的自测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自己手放在这个小肚子这儿，它是有3个骨性标志的，比如说你的这个骨头这儿，然后你的这个耻骨联合这儿，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大三角。就如果这个大三角呢，你觉得手放上去它是垂直于这个地面的。就说明你的骨盆是中立的，但如果你觉得它是过度的，你看过度的有点往前，就是前倾啊。如果过度的往前顶这个肚子的话，就比如说你顶一下肚子，它这个它就不垂直了。然后如果过度的往前的话，它就是它也是不垂直的。所以好多人说有没有骨盆前倾，就可以自己自测一下，就这样一放，哎，你看刚好是往下垂直。那我地面我就挺正的是吗？我怎么觉得我厚啊？不是，其实你还是稍稍有一点那个什么，这里的这个力收不住。就是你最核心的这个腹横肌啊，它是在这边也可以检测的，所以你这边还是力收不住。特别难过的是，我以前觉得我孕前马甲线都练出来，我核心一定很好，然后今天才发现我的核心其实并不怎么样。就大家不要疯狂追求马甲线，只看这里，对，其实两边也非常重要。其实之前在科普的文章也教给大家一些呼吸的这个训练的方法，核心训练方法。很多人误以为是腹式呼吸，其实跟腹式呼吸是不一样的。这个训练的第一步呢，是要把这个脊柱放在一个正确的生理曲度，所以有3个点是一定要去贴在这个地面上的骨性标志。第一个点呢是枕骨这里，对，收一点下巴，对 ，OK， 可能有一点双下巴出来，为什么你要告诉大家？就是在枕骨的这个地方。贴住这个地面，稍稍有点双下巴就说明你做对了啊，因为很多人他头前伸，他其实是颈椎的曲度不是特别好的。然后第2个部分呢是在肩胛骨，就这个整个一片是肩胛骨。首先你摸到有一个骨头，这是肩胛岗。这个骨头的内1/3这个地方贴住就可以了，不用完全贴住，因为完全贴住的话就不是一个，肩膀又会往后，对，是太过于代偿了。对，以上的这个调节就可以把上半身固定好，就不会有代偿。然后第3个呢，就是在它这个骶骨底衣的部位是需要贴住的。大家不知道底衣的话，就大概是你裤腰带勒裤腰带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我这个手放在这个髂骨的这个，我的肉在颤，我感受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平齐再往下，你的手指头一对，其实是你第4节、第5节腰椎的这个部分。然后把这个点呢再往下移动一点，就是你的第1个骶骨。这个第1个骶骨轻轻的贴到这个面上来，对，不需要很贴，因为很贴的话你就骨盆后倾了所以只需要骶骨骨盆内里轻轻的贴住就可以。所以这样呢，颈椎、胸椎、腰椎、骨盆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然后再开始练核心，这样是确保它不会有一个代偿。然后第2步呢是给你讲一下哈，就是你一会儿需要用力的一个地方是你的腰的侧面，还有骨盆内的这个点这2个点呢是监测点，就是监测它这个肌肉是不是很好的在发力的。所以你现在听我的口令哈，你现在吸气的时候呢，尝试往外鼓一下肚子，顶我的手，对，非常好，特别好哈。然后现在吐气的时候肋骨下沉一点点，对，肋骨下沉，对，肋骨下沉，对，然后再稍微加深一点这个用力的这个方式。
OK， 这是第2个哈方式。好，吸气，鼓肚子。鼓肚子呢是相当于是一个离心的收缩哈，吐气，吐气的时候肋骨下沉，对，肋骨下沉。好，再来吸气，鼓肚子，还有这里。好，吐气，肋骨往下沉一些，就想象自己穿了一个很紧的马甲，是在往下收的感觉哈。然后现在吸气。好，然后保持住，保持住了之后呢，尝试正常呼吸，但这个力不能松。你看这一步就很难，对不对？这一步就有点难，你这个力就松了。保持住，保持住这个力，对，然后肋骨下沉一点点。好，然后正常呼吸。对，再顶我的手，顶住。其实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呢会憋气，是因为他的就是整个腹部的肌肉力量太差了之后呢，他这个膈肌就会过度的帮忙往下压，它过度的帮忙往下压了之后呢，就不能帮助呼吸了，这就为什么很多人一开始憋气。但是其实也是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核心力量太弱了，所以只要每天练一练，它这个膈肌就能很好的分离，它这个力量就起来了。对，然后吸气，鼓肚子，顶我的手，顶住。好，现在正常呼吸，但是这个力不要松。对，特别好。因为这个躺着是比较好激活，但这个训练其实你站着、坐着、走着，跟别人讲话的时候都是可以练的啊。所以如果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个闹钟，1个小时练3分钟，3天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哎，那你跟我说，就是我其实自己在家练的时候，就是手感觉这2个点，对，对，是的，对。然后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对，好，吸气再鼓肚子，好，顶住手，然后正常呼吸，这个力不要松。有感觉了吗？你现在可能只有0到10分，10分的收缩力的话，你现在可能只有3分、3、4分。对，还是求给我打上那个眼泪，我已经歪了，有可能。对，就简单来说就是对，感觉这个顶的这感觉，然后 hold 住，对，然后好好喘气儿。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所有核心训练的基础，就是你未来不管你做任何更复杂、更进阶的动作，你就把这个技巧用得上，就是你绝对不会伤到自己的。就有很多人练多了，他会腰痛、骨盆痛、髋关节痛，所以如果把这儿能稳得很好的话，就减少很多运动损伤的风险。所以我也想说，大家对核心的误区，觉得是所谓的什么马甲线、腹直肌，这个不是表层的，就是肌肉系统是分2个，一个是表层的大肌肉群的，比如说你的腹直肌胯得很大。然后还有你的竖脊肌也是胯得很大，它是引起大的动作的，就比如说弯腰啊、往后仰啊、侧屈啊这种，就是表层的肌肉。第2类肌肉呢是深层的核心力量，它不产生大的动作，但它是维持关节的稳定的。比如说你腰椎的这个肌肉吧，它胯的节度很小，它不引起大的动作，但它在做所有的动作之前，它先把这个腰给像一个铁链一样给它锁住，少一些这种晃动的力。所以这个是真正核心的这个意义。其实还有很多关于骨盆和腰椎的查题，但是因为就是穆医生是没有症状的。但至少你看我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查体的过程就已经非常有含金量了。所以如果大家有症状，一定要来仔细的评估一下，检查一下。评估还是很重要的。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次这个评估和治疗堪称完美，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跟着我们已经学到了一些，就赶紧练起来吧。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评论和订阅哦！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